如果外星文明的二向箔來襲，我們人類到底該怎麼破解呢？今天我們要聊一個能讓所有三体迷後背發涼，甚至讓整個三維宇宙都瑟瑟發抖的話題。二向箔，沒錯，就是那個在大劉筆下像一片輕飄飄的紙片，卻能把整個太陽系瞬間拍成一張二維畫卷的頂級宇宙規律武器。大家想象一下，那不是簡单的压扁，而是把你身体裡的每一個原子、每一条 DNA 螺旋，甚至連你昨晚吃剩的火鍋底料，都從三維空間裡硬生生地剥離出來，平鋪在一個厚度為0的平面上。這種降維打擊，簡直就是物理規律層面的降維屠殺。但是，作為擁有無限好奇心和求生欲的人類文明，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對吧？今天我们就腦洞大開，結合目前全球最前沿的物理學研究，看看在這浩瀚的宇宙中，到底有沒有什麼黑科技能硬剛二向箔，或者至少能讓我們在這場降維風暴中撿回一條命。首先，我們得搞清楚二向箔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在三體的設定裡，二向箔其實是一塊被力場包裹的二維空間，它一旦脫離封裝，就會像墨水滴進水裡一樣，迅速向周圍的三維空間擴散。它的擴張速度在理論上是可以達到光速的，這就意味着一旦它在太陽系附近被觸發，留給人類的反應時間其實少得可憐。不過，我們先別絕望，根據最新的理論物理研究，特別是關於空間拓撲結構和力場控制的探索，我們發現對付這種空間坍塌其實是有可能的。我們先聊聊第一種方案，就是我們在原著裡看到過的封装大法。既然二向箔在被投掷之前是裝在一個特殊力場裡的，那說明這種降維效應是可以被某種高維力場束縛的。這就像是你把一頭猛獸關在籠子裡，只要籠子足夠結實，它就傷不到人。現在，全球的科學家們，比如在量子場論和超弦理論領域的研究者，正在嘗試模擬這種多維力場。2024年底，歐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的一項模擬實驗顯示，通過極高能級的磁場排布，理論上可以在局部空間制造出一種引力陷阱。如果我們能掌握这種技術，在二向箔還沒形成規模的時候，迅速用這種人造的強引力束縛場把它包裹起來，就像給它套上一個真空包裝袋，那它就只能在那個小袋子裡折騰。這聽起來像是在火藥桶還沒炸的時候把它塞進保險櫃，雖然驚險，但確實有效。除了這種硬碰硬的封裝，還有一種更高級、更有科幻感的思路，那就是利用黑域。在三體的設定裡，黑域是低光速空間，是曲率驅動飛船大規模航行後留下的航跡。如果光速降得足夠低，二向箔的擴張速度也就跟着慢下來了。這裡我們要引入一個2025年最新的天文觀測數據。根據哈勃空間望遠鏡和韋伯望遠鏡的聯合觀測，科學家們對哈勃常數的測量已經精確到了73千米每秒每岸 PC。雖然這描述的是宇宙整體的膨脹速度，但它也揭示了空間本身的彈性。如果我們可以利用大規模的曲率驅動裝置，在二向箔周圍人為的制造一個空間粘滯區，讓光速在那裡慢得像蝸牛爬，那二向箔的擴張速度就會被極大的抑制。想象一下，原本以30萬公里每秒狂飆的降維波，進入黑域後變成了每秒幾厘米。這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慢悠悠地開着飛船，在它旁邊合影留念，然後再想辦法處理它。只要改变了空間的物理常數，二向箔也就失去了它最致命的杀傷力。說到這兒，肯定有朋友會問，那黑洞呢？黑洞不是宇宙中最霸道的天體嗎？能不能用黑洞把二向箔給吞了？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切入點。在傳統廣義相對論視角下，黑洞的核心是一個體積無限小、密度無限大的奇點。重點來了，這個奇點在數學描述上其實是零維的。2025年2月，物理學家們在《物理評論》地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無奇點黑洞的研究，提出黑洞內部可能是一種極高維度的量子糾纏態。但不管怎麼說，二向箔的作用是降維，也就是把三維降成二維。那麼問題來了，它能把零維的奇點降成負維度嗎？目前物理學界還沒這個說法。所以
二向箔在面對黑洞起點時，可能真的會踢到鐵板。只要我們能計算好軌道，把二向箔引導到黑洞的事件世界之內，利用黑洞那無可匹敵的引力梯度把它撕碎并鎖死在起點周圍。雖然黑洞本身的空間會被二維化一部分，但由於起點的存在，這種降維過程可能會在核心區域停滯。這就好比是一張試圖吞噬一切的紙，結果撞上了一個鑽頭，最後只能把自己捲在鑽頭上動彈不得。當然了，如果這些主動防禦的黑科技我們還沒掌握，或者二向箔已經擴散的滿宇宙都是了，那我們該怎麼辦？老祖宗留下一句話：36計，走為上計。但是要逃離二向箔，你得跑得比光還快。這時候我們就得聊聊最近火得一塌糊塗的阿庫別瑞引擎，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曲率驅動。很多人覺得曲率驅動是純科幻，但實際上物理學家們一直在嚴肅地研究它。就在2025年，來自阿拉巴馬大學和一些國際研究機構的科学家們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物理驅動模型。以前的阿庫別瑞引擎需要大量的負能量，這玩意兒在宇宙中比誠實的政客還難找。但最新的研究顯示，通過調整曲率炮的形狀，比如採用2025年剛提出的圓柱形機艙曲率炮模型，可以極大地降低能量需求，甚至在不違反廣義相對論的前提下，實現超光速旅行。這種引擎的原理不是讓你在空間裡跑，而是讓空間帶着你跑。你坐在曲率炮裡，前面的空間在收縮，後面的空間在膨脹。你相對於周圍的小空間是靜止的，但你相对於整個宇宙卻在以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光速狂奔。想象一下，二向箔在後面拼命擴散，速度拉滿也就是1倍光速，而你開着阿庫別瑞引擎，油門一踩，直接飆到10倍光速。這時候二向箔在你眼裡就像是後視鏡裡一個永遠追不上你的小黑點。而且2024年7月，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的一項研究還模擬了這種引擎如果出故障會發射出什麼樣的引力波。這意味着我們現在甚至已經開始研究這種超光速飛船的交通安全和故障檢測了。這黑科技簡直就是為了對付二向箔量身定做的。不僅如此，最新的研究還指出，通過彎曲空間的方式，我們甚至可以将二向箔所在的二維空間捲起来，並使之合併成一個二維球面。如此一来，這個二維空間的橫向擴張就失去了意義，因為它在自己的維度裡已經閉合了。就像我們在地球上一直走會回到原點一樣，二向箔被鎖死在了一個有限的球面上，再也無法禍害三維世界了。不過，還有一種更終極的逃亡方案，那就是跑出可觀測宇宙。我們剛才提到了宇宙膨脹，根據2025年的最新數據，宇宙的膨脹速度是在不斷加快的。這意味着在足夠遠的距離上，星系遠離我們的速度會超過光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一個可觀測宇宙的邊界。如果你能跑得足夠遠，跑到二向箔擴散速度永遠追不上宇宙膨脹速度的地方，那你就徹底安全了。二向箔就像是一個在不斷擴張的圓，而你跑到了一個擴張速度比它還快的圓之外。在這個尺度上，宇宙本身的膨脹成了我們最堅實的盾牌。只要我們能利用曲率驅動技術跨越那個臨界點，二向箔就永遠只能在我們身後的虛無中空轉。當然了，聊到這裡，我們得提一個三體裡的扎心設定：宇宙只能降維，不能升維。也就是說，那些想通過三象磚把二維空間变回三維空間的黑科技，在我們這個宇宙的底層邏輯裡是不被允許的。這就像是打碎的鏡子沒法自動復原，熵增的過程是不可逆的。所以，對付二向箔，我們的思路必須是防守、封鎖、逃離，而不是修復。這種不可逆性其實也給了我們啟示，在宇宙的宏大敘事中，規律本身就是最強大的武器，但理解規律、利用規律，則是人類文明最後的尊嚴。總結一下我們今天的黑科技清單，首先是基於強引力场模擬的高維封裝技術，其次是利用曲率航迹制造的黑域減速區，再者是利用黑洞起點的零維屬性進行引力放逐。最後也是最靠譜的，
就是研發基於阿庫別瑞引擎的超光速飛船，利用空間本身的收縮和膨脹，把降維風暴遠遠地甩在身後。其實，研究這些黑科技的意義，不僅僅是為了對付一個科幻小說裡的武器，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對空間、時間、維度以及宇宙本質的理解正在發生質的飛躍。近些年，無論是對曲率驅動的物理建模，還是對黑洞內部結構的量子解釋，亦或是對宇宙膨脹速度的精確測量，都在告訴我們，宇宙雖然冷酷，但智慧的火花總能在物理規律的縫隙中找到生存的空間。好了，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大家覺得哪種黑科技最靠譜？或者你有什麼更腦洞大開的想法？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